大家好，今天跟我们看的这栋房子前面有一条非常长的车道，所以房子从街面是完全看不到的。但是交换而来的，细小鹅卵石铺的车道给你一种更独特的回家的氛围，因为两边种了大量的橄榄树，周围的绿植环绕着你的车道，两侧都有很多的射灯，晚上点亮以后也非常的漂亮。而且站在我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看不太清楚你自己的房子的全貌的，非常独特漂亮的别墅，也是2025年全新建，坐落在塔尔扎纳。跟大家聊一句题外话题，塔尔扎纳这个城市呢，命名是怎么来的？城市大概是1920年代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小说作家，后来也翻成了漫画。大家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80年代的人会比较熟悉这本漫画或这个动画人物，叫泰山，人猿泰山，也翻成了动画片呀、电影。当时这个人猿泰山的作者是住在这边的，那城市呢也是通过这个泰山的名字Tarzan 嘛，然后演化为塔尔扎纳过来的。所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fun fact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身后已经可以看到了整个房屋的立面黑色的，大家不要以为是刷的黑色的油漆的木板，它是用的日式的工艺烧制的木板，本身有更好的耐高温和防火的功能，相对的防火，再加上表面的很好的清漆的刷饰以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整体会给人感觉一种非常舒适的这种亚热带地区的这种感觉，加上周围的树林环立让你整体呢进来以后，从车道一开过来，眼前一亮，非常不一样的景观。往前面走一点，就到了房屋进到室内门的区域了。可以看到，门口其实还是蛮多的细节可以和大家介绍的。不用说，房子1层和2层之间大家会看到很多的植物从墙内生出来。它实际上在夹层的外面做了一个滴灌的区域，里面都有滴灌的水管、营养土，有大量的植被呢可以往下面生长出来。感觉就是它的2楼像生长在一个完全自然的泥土里面往上长出来的2层一样。不像是普通的盖上去水泥的感觉，非常有特色。而且这一圈不光是正面，后院的很多区域它都是用这一层的设计做了包裹，让房屋和自然有一种更好的融合。那更不用说地上大量细小的鹅卵石，最后带到正门这边，身后这边是它的入室正门，非常现代法式的双开门进去。但在进去之前，我的右手边这边实际上是一个水系的一个水井。水流上来了以后，从下面循环起来，其实那边的法式双开门打开，正对的就是它的主餐厅的位置。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进门隐私也好，打开这个画面以后，突然看到进门之前还有水井。这个房屋在很多的细节方面，它的心细程度真的是在我们频道里很多的大几千万的房子可能都比不了的。这么棒的房子，大家期待已经拉满了，那赶快跟着我们从正门走进去，看一看它的室内。进到室内，和大家来分享它室内的空间。这里面它有很多的装修的细节，实际上它都有整体的作为考量。举个例子，我们进门到它的玄关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个地上的黑白棋盘一样的地砖，它是从室外一进门的那一小块延伸的直接铺到室内的。它整体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迎客玄关的位置。不光我身后是个法式双开门，实际上镜头如果横着转一点过来，直接通过中间这一部分来到我的右手边一侧，也是一个和正门完全一样规格的法式双开门。打开了以后，其实高度都不错，都将近11尺的高度。是它的侧院有一个简单的篝火的地方，大片的草地，直接可以通向后院。实际上，你从正门进来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想从室内走，访客，比如说招待朋友聚会，从这边直接开门，从这边就进后院了。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总比从房屋的侧面挤进去相对于正式一点吧。那镜头往这边走过来一点，它整个房屋的墙面通过这个光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射，原因呢，它不是刷的简简单单的 Venetian plaster， 它是刷的 Marmorino plaster，
之前看到我们的视频的朋友，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上次看到类似的房子也是在塔尔扎纳，而且开发商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开发商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真的是设计在线，它怎么做都会占线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它的开关的地方，它都是做到了墙内持平的，和墙内完全做平做进去的，也是一种 minimalist 的一种装修的方式，额外的费工费料费时间，做出来的完整性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镜头往前稍微走2步过来，这边呢变成白橡木地板，我的左手边这边进去是一个3层的电影院。非常舒适的空间和整体的那边的活动空间是分开的，想自己在这边欣赏一个电影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不会被任何人打扰。出来这边呢，依然有一个非常小的糖果吧台，简单的一个小的冰箱，上面是有展示 LED 的灯功能，可以抽出来，里面想放动东西也是做的2层的橱柜，非常的贴心。整个的墙面这边用的瓷砖可以叫瓷砖了吧，因为它属于烧制出来的，每一块的颜色深浅略有不同，非常漂亮，独特的一种流光质感，很漂亮。2层的这种 open shelf， 摆些自己喜欢的工艺品、电影海报都可以。往这边稍微再走2步过来，这边是有一个1楼的套间。非常好的尺寸，落地拉门直接去它的侧院，它留了一块方正的水泥地。我还比较意外呢，就是塔扎纳它没有给放一个小的篮球场的空间，还有自己的卫生间，卫生间蛮有特点的，卫生间shower的区域也是用的这种红色的烧制的砖块，整个的铺设进去，而且它的淋浴房非常的用心的一点就是它的淋浴的喷头和它的那个小的可拿的把手是分开的。非常方便使用，不是挂在一起了，而且它拧水的那个地方也是和喷头错开的。一会儿我们到主卧室会更详细的介绍。身后有一个办公室，空间尺寸不错，和房屋的生活区也是分开，身后分别有2个门到它房屋的侧院。我们跟着镜头呢，现在开始慢慢的往回退过去的话，那边是它房屋的主卧的，不是主卧，是它主要的动线和它的休息生活的区域。通过这个走廊，实际上走廊非常的漂亮啊，很开阔，两边的尺寸也很好。重点呢是左手边可以看到这些黑色的木板，也就是同样室外的材料，它延续到了室内，大面积的黑色木板。有的人会说，哎呀，室内放这个颜色会不会不好看啊，突兀？但它室内其实整体你可以看到它的门框、它的窗框其实都有这种黑色的线条，也做了一定的呼应。我觉得是蛮好看的。这面墙实际上放在这边简简单单，它就是一个蛮好看的艺术品了，可以这么说。那我们随间2步过来呢，到了它中间的楼梯系统。楼梯系统从这边楼梯半旋转的形式上去到2楼，墙面扶手全部都是用的 Merino Plaster， 室内全部刷满，包括屋顶，不再过多介绍了。Chandelier 从2楼的屋顶直接挂下来，非常的漂亮，上面开了3个窗户，大量的自然光线。也可以很均匀的洒在中间房屋的这一段。我蛮喜欢的是它中间的这个小的布景的区域，很合适。是，而且其实它后面放了个小椅子，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是一种很有意境的布局。对，它的房屋的室内陈设设计师也是蛮讲究的。其实那个小区域我刚才坐了一下，蛮舒服的，因为侧面正好是有一个小小的 picture window 法式开窗。我坐在那边，其实前面挡一挡就很 cozy 的一个角落，属于这个房子里面，是很舒服。那么跟着这一段继续往回退，房屋没有完，实际上从我的眼前打开，已经看到它主要的生活区域了，非常的漂亮 cozy。但是往那边去之前，先等一下，我的右手边是它的一个客人使用的 powder room 半位大块的石料漂浮的这个 vanity， 以及整个的石头。那种压铸成的这个洗手池啊，非常有质感，它整体的材料非常大的一个圆的空镜，水龙头是从木板上直接伸出来，然后它开水龙头的开关，你有没有看到 Licky？ 它是在右手边洗手台的侧面的，对，它不是传统的放在水龙头附近的，你知道这个等于是管道的铺设要多走很多呀。其实这都是一些看不太到的花钱的地方，但是都是小心思。我觉得它很多房子小心思做的是不错的。对，包括它这个屋顶的射灯。没错，屋顶的射灯就是从远处看它没有直接的，没有光线是直射人眼的，
而且周围大量的氛围灯全部都已经准备好。对，布灯是一个很讲究的东西。没错，有的你就举个例子好了，便宜的射灯6块钱一个，贵的60、100、600都有，那你说差在哪里？而且你冲哪儿怎么摆也是问题。那随着我们镜头转过来，已经到了它的主要的 formal living room 的地方，可以看到尺寸非常非常的好，它的低音炮音响都已经做到了墙内了，上面大量的氛围灯 drop ceiling， 实际上这个房顶差不多一层有12尺高了，就加上了 drop ceiling 还有超过11尺高，所以它层高是非常好的。后面可以看到同样的这个木板从室外的结构也延伸到了室内，下面一个 fireplace， 这个东西我们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像好几次的房子都有，就是加煤油的，然后点了以后就可以烧的，不是天然气的哈。对，上面非常漂亮的石板，挂了一个电视，好像是漂浮在石板上一样的设计，也非常的不错。两边都是 open shelf， 上下都有 LED 灯，两边这边黑的颜色带了一点挑出来的亮度，显得不会那么压抑。整体的设计也非常的舒适，这边轻轻松松服务6到7个人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往这边侧面走一点，通体铺的白色橡木地板，身后这边一侧，我的左手边是一个4扇的 pocket door， 全部能收到墙内，完整打开就是后院，可以看到后院的泳池，隐私非常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好巧啊，就这个房子对窗对门的靠外侧，它是后面的房子，邻居的房子全部都是1层，就没有任何一个是2层，就是能看到你的院内的，所以它隐私这点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我们直接镜头转过来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和正门互动的关系。那镜头往这边再走一点，实际上就已经看到了它的正餐厅的位置。正餐厅这个位置之前我们在门口的时候跟大家已经介绍了，法式双开门打开了以后，其实它和正门那个规格是一样的，同样外面留了一点，就是这个黑白棋盘的铺砖的方式铺了一点出去，正对的就是那个水井水墙。把水打开了以后，门打开，听着流水，坐在这边看着自己的景观，吃个饭，又是院内，没有人打扰，真的非常棒。但是这个灯我觉得选的还挺低调的，说实话。是。它相对于整体房屋的装修，我没觉得有哪个东西是特别夸张的，但整体会布置起来特别的舒服。一个8人桌放在这边也是轻轻松松就放好，而选的这个地毯啊都是呼应的，是不是？这 staging 的功劳吧？它是有用心在选，是不是说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镜头退2步过来到这边身后，可以看到是它主要厨房的区域了。在过去之前，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房屋的基本信息。房屋6房6卫，室内面积6677平方英尺，占地0.46平方英亩，要价647万，差不应该是646万9千，有零有整的啊。这价格很吸引人啊。真的，但它给你东西真的好。塔扎纳这个城市其实各方面也不错的，有兴趣朋友在互联网上可以多了解一下，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到了它主要厨房的地方，可以看到岛台，其实镜头里面一看到了，尺寸真的非常好。它是一个 book match 的2块石板做的拼接，这边岛台上面一些电器啊 ，microwave 热的蒸箱，包括所有的这种双层收纳的抽屉全部都蒸好。岛台的正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洗碗槽。我的整个的左边可以看到阳光洒在脸上，因为它的抽风和它这个 cooktop 的这个上面啊，我讲它之前两侧有非常大的2扇法式开窗啊，其实蛮漂亮的，我觉得是，就给你一种非常漂亮典雅的这种优雅的感觉。那更不用说它的 cooktop 也是在石头上面直接挖的，上面是一个抽风的一个 hood， 也是用木板直接做了包裹，非常非常的完整。那大量的收纳的空间也放在这边，的洗碗机也全部都有。我们镜头再转过来一点，这边是一个侧面的门，去它的侧院。一会儿出去为大家介绍后院的时候，我们从这边出去，往这边走一点过来，这是它的冰箱。推一下 Miele 的冰箱，同样 Miele 的一个冻箱都在这边，然后它的双烤箱也全部都是 Miele。然后往这边它的岛台因为很长嘛，两侧同样也留了开关的预留口。往这边再过来2步，岛台的下面呢也是做了高吧台的设计。它的这几个吧椅我觉得选的还不错，它吧椅的那个材质是
像是那种原始的木墩子一样。那个是属于木流，像那木流的贴皮，对，做的真的是，反正它 staging 确实选的很好了。那身后这边呢，直接通车库。车库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小亮点啊，当然右边是它的 pantry， 所有的储物、厨房空间都放在那边。这边还有一个简单的进屋里面的换鞋的地方，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也很重要。车库的优点是什么？车库它有一个单车位的区域，它的天花板是铺了木板的，而且正对着那个车位是有窗户，可以看到后院的自然光可以进到那个位置。我觉得就是那个位置，你要有什么好车呀，对不对？法拉利、兰博基尼或者奥斯汀马丁，你可以停在那边做一个展示，从后院可以直接看到。这种设计一般在车库不大会看到。对，他特意车库留了个窗，就这个房子它有很多的设计和心思给到你，就感觉有点说与众不同。就通常这个价位是看不到的，甚至比这个价位要高很多的房子都没有做的这么用心。我们从这个门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后院。来到后院，开始为大家来分享它所有后院的设施。后院其实从它侧面这个门出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其实紧挨的厨房，又是一个小的心思，就是它的室外的 barbecue、室外的厨房的区域和它的主厨房啊就隔一门。所以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那该有的东西都有了，烤箱、burner、洗碗槽全部都有。室外的其实这个台面呢不需要用奢侈，只要颜色搭配的好，适当好用就行。而且镜头里面可以看到这边一个人造的一个小枯井，然后直接就是那个车库对的窗户。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做的真的挺不错的。从这边要有个好的车，直接从这边就能看得到了。往这边走2步过来，这是它室外的就餐的区域。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这边有大量的草地，整体周围的隐私也是非常好。往这边走2步过来，是它的一个 California Room 伸出来的屋檐，非常高的顶，上面风扇、射灯全部都有，很大的一个坐的区域。我的身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是它一个室外的 fireplace。可以给它点着，对不对？晚上在这边坐一坐也很舒适。这边是它一个热泡池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房子后院草地全是真草，没有假草，这点我还挺意外的，全部都铺的真草。而且它泳池的侧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半地上的泳池吧，因为侧面实际上是能走下去的台阶，下面有一个小的，刚说没有假草，小的一个人造草的一个小的 turf 一个长条，一直通到那一边。所以它其实这个泳池它不是全往下挖的，对。但是它这样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它会给你一种就是那个 infinity pool 的那种效果，好像侧面的这个泳池是无边的水流到下面一样。是，它这个也是一个小的心思，用比较低的成本呢，达到了比较好的一种视觉的效果。从这边可以看到，外面大量的地砖也是铺过来，非常的漂亮整洁。这个房屋的颜色就很舒服，搭得很舒适。这边拉门全打开，室内室外典型的加州的这种 California indoor outdoor 的 flow 也给到了你。身后有大量的躺椅，想在这边坐一坐放松也是可以的。从后面也可以看到，之前有介绍过嘛，就是这个2层和1层之间的植被的这个大花盆，可以说是吧，围了房屋一圈，后面也是有的。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入水的区域，巴哈 shelf 几阶就可以进到里面的水池，水池里面也是有射灯的。比较特点的是，雷奇有看到这里面有3个坐的水墩子嘛，你也可以坐在这边当一个简单的坐在那儿，通常那边一般会跟个吧台，但他没有坐，所以我不知道他坐在这儿是干什么，坐的是在这边等着吃东西喝东西吗？反正就游一游泳，我就可以坐在那边休息一下。对，它相对就把整体做一个高度，它又做了几个墩子。对，它反正就很多很用心的地方给到你了，都是。我觉得其实它这房子可以算是挺超值的一个价格呀，我觉得。上次我最喜欢是塔兹安的那个房子，现在这个房子成为我最喜欢的房子。左手边这边就是说的从楼下的卧室之间的那个大草地的空间，2个台阶下来。这边有更多坐的区域，这个区域稍微低一点，它好处什么呢？感觉跟水面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水面波光粼粼，非常的漂亮。而且身后你说它用心的一个小点啊，你看它在这边还特意给你砌了，上面是这种
travertine limestone 做的这个 countertop 又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台子，方便你在这边冰箱啊简单的东西放一放也是可以的，就很多用心的点。如果 Licky 站在这个角度，咱们稍微转一下 ，Licky 站在这儿，可以直接从这个角度看到房屋的，从后面看到房子的样子，真的就像是在热带地区的度假村的房子一样。你说天天自己回到家里面住这样的房子，这样的环境，那是什么样的心情？都不想出门了，真的就想赖在家里，宅在家里就好了，真的太舒适太舒服了。那么整个1楼介绍完了，跟我们去看一看它2楼还有哪些惊艳的地方。我们上到2楼，为大家介绍2楼的空间。Chandelier 的这个整个的2楼的走道很漂亮，镜子包括出去，哎，没有一个房子是2楼的，怎么这么巧啊？就隐私特别好。但最大的亮点不是这个，我觉得 Licky 应该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从这个台阶一上来以后，首先看到眼前的就是这4扇巨大的横向窗户，把你整个走道的自然光线全部带进来。而且因为你的前院有一个长长的车道，是没有邻居直接看到你的，这个走道我觉得太舒服太漂亮了。是，还有它的这个绿植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对，就有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就感觉我通过这个窗户看到这个绿植的时候，我有一瞬间我会忘记我在2楼。我感觉我是在1楼的地面的那种窗户看出去地上的绿植的感觉。对，它这个设计真的是，哎，很柔美，就很用心的这些小的细节，很漂亮。是一个女性的设计师，对吧？我这个跟这些会有关系吗？你觉得？有可能。有机会可以采访一下这个设计师。采访一下，毕竟我们已经拍他2套房子了嘛，对不对？对。2楼屋顶的射灯都配好了，而且洗衣房非常漂亮的4个洗衣机烘干机分别，一共4台是 built in 在柜子里面的，做得非常的好。洗手台非常好的石板，而且又看出去是没有房子能直接看到你这里面的，直接能看出去，看得很远。它这个洗衣房而已啊。侧面一个卧室非常舒适，跟咱们之前看的 Tulum 那个房子的那种卧室的感觉类似，很舒服很 cozy， 进来就很放松，让人想休息。它的卫生间也在里面，而且卫生间我跟大家有介绍嘛，就它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 Licky 有没有把玩它的那个淋浴房的那个门，那个门你完全打开和它挂衣服的那个兜大概就差3毫米左右就会撞到就容易碎，但是你完全打开它正好就是卡在那儿不会再倒。很多细节它做的非常非常的严丝合缝到位。我们镜头再去走，跟主卧室正对着走廊尽头呢，这边有一个卧室。哎，这个卧室进来以后，我不说别的，想大家进来就是说，你看它 staging 选的这个床，太漂亮了。这种柔美的线条、弧形的线条，真的是很舒适的感觉。看的是房屋的正面的区域，可以看到这是其中的一个客卧。尺寸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了，而且它每一个卫生间里面的 shower room 的砖选的颜色也是不太一样的，也是那种烧制的砖，只不过表面颜色是不同的。然后它把它的淋浴头放在一侧，它的 shower head 放在一侧，然后它的开关是在一进淋浴的地方了。我觉得它这些分割，你要很多看不到墙里面的管道都要花钱的。但它做出来使用上会非常的方便，这点在主卧室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现，跟我们去看一下。沿着走廊我们走到它的另一侧过来，这边呢也有一个卧室，相对小一些的尺寸。你可以看到 staging 其实是给小朋友准备的，而且它的卫生间也不一样，它这个卫生间是有浴缸的，而且你看它的浴缸的尺寸和它那个淋浴的把手也特别低，就感觉真的是给你未来的你的小 body准备学习，开始适应新的人生，从零开始学习，慢慢成长自己的一个卧室，而且它紧挨着你的主卧室，所以它这点也是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很用心，很舒服。我觉得它很多思考的点真的让人觉得蛮暖心的。那从镜头已经看到了啊，这是主卧室，主卧室尺寸最大，那无可争议，非常的好。侧面呢有一个3扇门的 pocket door， 能全部收到墙内。这有一个自己的阳台，也能看出去非常漂亮的山谷的景观。同样没有任何这个角度没有任何一个2层的房子，所以不会有人家能跟你的视野齐平。我觉得这个选的角落也很好，
这应该是属于这片区域的一个新房，就以前的房子可能都没有申请这种就不造2楼的。是，真的是塔扎纳真的是个很舒服的地方。反正咱们来的这几次印象真的都非常好，对不对？那回到这边啊，卧室空间很舒服，一个 fireplace 也是浇那种油的，上面也是做了一个木质的 wood cladding 的吊顶，非常漂亮的电视挂在这个 book mesh 的石板的前面，也是一个半漂浮的状态。木地板过渡过来到这边暖色米黄色的地砖铺进来，哎，很丝滑的过渡到了主卧室卫生间的空间。左右各有一个 water closet 打架，而且这个是有连那个智能马桶的了，这个是有的了。主卧室还是待遇稍微不同一些，对不对？哎，然后这边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好了，这个空间可以看到我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洗手台，男女主人分别使用。后面一个拉门拉开有一个小阳台，也能看出去，也没有人能看到你这个阳台。我觉得这两个台面做的也蛮不错的。用的石料，压铸的石料的这个台面非常的漂亮，水波纹的设计非常应景，适合用在这个洗手台的位置，而且也是这样大量的极简主义的一些五金件的这种修啊装的方式，很舒服啊，很漂亮。对，两边的一个空镜对着，造成了一个无线循环镜的感觉，然后左右各有一个昏黄的小射灯，非常的舒适。其实左右两个空间啊都有很大的亮点，我们先来这一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从这个磨砂的门过来，为了隐私嘛，对不对？进来这就是它的淋浴间了。淋浴间空间稍微高一点过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用心的一个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所有的淋浴的头是在身后这个位置，但是它的开关调节水温的全部在这一侧。大家想一想，上次你看到类似的这种设计在什么时候？它要在这边做水管，那边做水管，通常来讲是一根上去就解决了。但它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大家淋浴时候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我站在这个下面去调的时候，刚开始进来的水都是凉的，对不对？水管里的水，我肯定是把温度调好了再进来最舒服呀。所以它额外花了这个费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镜头稍微再往这边，转之前，这边是一个 steam room， 一个小的一个 steam 的一个就是湿蒸的空间。转过来一点点过来，你看，它的另外的一个控制了它的小的手拿式的是在这一侧，也不是在那些区域之间，就它每个空间想得非常好，而且大家觉得左右太远怎么办？你看，顶上中间还有一个 overhead 的一个 shower， 我觉得真的它每一点都想到了方方面面，这边做的区域。以及后面一个浴缸非常好的一个磨砂的材质，有一些自然光可以洒进来，上面有两个小飞碟一样的灯，我们在 Encino 附近见过很多。而且我特别喜欢它后面这个石板，这个是跟洗手台是一样的，都是呼应的，对不对？而且你看，我很喜欢它留的这些天然的这些开孔的石块的地方，给你更多自然的感觉。然后同样，它的五金件也都是做在了石板的上面。哎，这是一整片啊，是不是啊？到这儿2片，2片是，那也是很大啊，这2片。对，你说这个卫生间怎么样？想的真的是很周到了，对不对？我是挑不出毛病啊，这个卫生间我觉得真的是太理想了。小心后面台阶，我们往后面退2步过来。这个惊喜呢，不光这样，还没结束，正对着这边我们走过来。是它主卧室的衣帽间。如果之前看过我们塔扎纳那个房子的观众呢，可能记得其实我们对那个主卧室的衣帽间并不是很满意。现在开始说了，这边是一个梳妆台的位置，两边像珍珠项链一样2串的挂灯放在这个空镜的左右两边，女生可以坐在这边做一个梳妆没问题。进来以后可以看到是它的精品衣帽间，这个衣帽间比之前我们塔扎纳看的那个衣帽间要好。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衣帽间？那个进去后是左右两边的，特别窄，比较拥挤，没有太多的设计。但这个就比较接近于像是精品专柜的衣帽间的感觉了，尺寸也非常的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面呢，我们也非常由衷的感谢 Listing Agent Team Natalie 和 Brandon 给我们这个机会为大家展示这栋非常独特、不一般美感的房子。那么视频的最后，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